《西汉灿烂》是由费哲祥执导，吴磊、赵露思领衔主演，郭涛、曾黎特邀领衔主演的古装传奇剧，讲述程家女名少商因战乱自幼被父母留在祖母身边，成为留守儿童。沈娘郎心纵容，意图将其养成废人，后与冷面将军凌不疑在互相救赎中相爱的故事。霍无伤流放前，为了纪念凌不疑，改成他的名，以霍不疑的名字生活下去。前半生他顶着霍家全族的仇恨生活，后半生又顶着抛弃挚爱的悔恨度日。霍不疑真的太让人心疼了。5年流放，霍不疑远走西北，镇守边城，而程少商为全了皇后的中意，选择了留在冷宫。最初大家都以为他是因为情伤而离开，直到5年后霍不疑回来，看见他送给骆继通的三友嫁妆，才懂得程少商躲进冷宫的真正原因。1. 纵容下的算计。霍不疑流放5年，骆继通就陪在他身边了5年，洗衣服做饭，照顾生病了他。这体贴入微的细致，就连霍不疑身边的手下都以为受主公忘记程少商，开启了新的一段感情。身边流言四起，对霍不疑和骆继通的关系有了更多的想法。霍不疑本可以去澄清，但他知道却从不解释，反而让这些误会继续存在。他的纵容让骆继通越来越肆无忌惮，不惜毒死了自己的丈夫，留在霍不疑身边。而他知道这一切，却依然留下骆继通，让这个误会继续被放大，为的就是让文帝放心，让太子放心，自己已经走出了过去的感情，让他们以为是真的放下，自然也不会去为难程少商。5年的纵容把骆继通当成一名棋子，有这样的心机和算计，霍不疑当真是可怕。2. 三样嫁妆揭开了霍不疑的狠。如果仅仅是心思深沉又何妨，他步步算计的狠才是拿捏骆继通最后的防线。霍不疑回到都城面见文帝，骆继通尾随而来，一路上都在告诉亲戚朋友自己马上就要嫁给霍不疑，而起初霍不疑想要的也是这样的效果，不然也不会明知道他造谣还容忍下去。可是看见程少商后又后悔了，霍不疑开始和骆继通划清界限，送他3样嫁妆。第1样，帮他去西北招亲，就是想让他走得远远的，哪里来回哪里去，撇清骆继通与自己的关系。第2样是一面巨大的镜子，是让他以后的夫婿看清骆继通是怎样的人，别像他前任丈夫那样死得不明不白。第3样，最狠的是霍不疑把他要招亲的消息告诉了他的亲戚朋友，骆继通的父亲看到镜子都气炸了，这样一来也是没有人肯娶她了。如果不了解霍不疑的为人，可能都会像老媪一样为骆继通高兴，有人送他嫁妆。可程少商是清楚的，这不过是霍不疑利用完后的羞辱。怪不得当时程少商听到霍不疑为他准备嫁妆，说骆继通和霍不疑是一样的人，都是心思深沉、喜欢算计的人。3. 唯一的弱点。可尽管霍不疑算计了所有人，还是没有办法去算计最爱的他。回顾以凌不疑的身份一路上的复仇，他纵然心机深沉，唯独在程少商身上方有一丝幸运。程少商怨他不跟自己商量，独自复仇，可这份仇恨太大，行事鲁莽的他未必会在得知真相后会全身而退。当初知晓淳于氏的不堪行径，回去就怼住人家，丝毫脸面都不给人留。虽然这样做不错，但程少商是一个会把情绪写在脸上的人，让他知晓这么大的秘密，霍不疑到时候也未必可以护得住他。毕竟彭坤就是在他的眼皮的底下让林毅杀了。程少商是霍不疑坚强的理由，也是唯一的软肋。他算计了所有人，偏偏对他是例外。他总可以事事安排妥当，甚至连身边最得力的助将都留下来保护他。但这样的保护对那个时候的程少商而言是一种监视，他惧了也怕了。他早已经看不清楚霍不疑做的那些事情中对自己有多少算计，但恰恰是这样，程少商才会怕自己动摇原谅霍不疑。他心机深沉，善于算计，程少商早就分不清他说的哪一句话是真心，哪些又是迫不得已的谎言。全了忠义之名背后的逃离，是害怕自己会再一次陷入他温柔的爱，如同骆继通被他纵容留在身边的一样。一旦付出了全心全意去爱去守护一个人的时候，对方一个转身便会让他措手不及地陷入痛苦之中。骆继通是不幸的，因为他从始至终都不是霍不疑心中的那个人。
而车超商是幸运的，哪怕货不宜甚于算计，也从未算计过他。爱情哪有对错？从心甘情愿地付出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已经注定好了一切，只不过是可以接受和不能接受之间徘徊。袁善见够爱车超商了吧？最后不也是只能大方的成全？骆巨通也够尽于算计吧？到最后不也是落入了万丈深渊？遇对人了就是爱情，遇错了就是一场自我感动的劫难。而在看过骆巨通悲惨的人生后，才可明白车超商躲到冷宫的真正原因。